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高分日剧《世王村》的第5集。上集最后，伴随脸被啃食男人的出现，贡花村食人族的传闻似乎彻底被坐实。18年前，男人还是个年幼的孩子，尽管很多细节他早已经记不清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事发当晚，贡花村正在举办1年1度的祭典活动。村民们唱着诡异的歌，之后一个身形巨大的人出现在他身边，巨人张着血盆大口，狠狠啃食着他的脸。危急关头，是母亲冒死救出了他，母子俩连夜逃离了贡花村，从此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长大后，啃脸男发现一件蹊跷的事儿，村里竟然没给他上户口。他认为村民会特意选中一些孩子用来献祭，这样就算被吃掉也没有后顾之忧。啃脸男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母亲不想他与贡花村再有瓜葛，所以直到死也不肯透露半分。为了查清真相，男人才接近了寿野。马上又要到1年1度的祭典，不出意外，又一个孩子会和当年的啃脸男一样成为受害者。村子里，佐武大叔正带着一帮村民练习打鼓，这也是祭典时要表演的节目。阿川赶回村里时，他们已经开始好一会儿。担心被怀疑，阿川谎称自己是处理一些公务，这才迟到。可佐武不相信，他从阿婆口中得知，阿川是在接了一通电话后才离开的村子。佐武想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，阿川又在外面见了什么人。面对质疑，阿川找不到合适的借口，双方僵持不下时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村民们对他毕恭毕敬，男人只说了3两句，佐武便不再追问下去。没等阿川开口，男人自报家门，他是乃神神社新任公司神山宗敬，也是这次祭典的主持人。宗敬让阿川借一步说话，于是两人来到神社旁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宗敬劝阿川最好带家人离开村子，继续待下去怕阿川会步寿野的后尘。贡花村对外人很排斥，村民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，喜欢将他们独有的规矩强加到外来者身上。宗敬的话，阿川当然深有体会。但自从住到这里，真白确实肉眼可见的活泼很多，光凭这一点，阿川就不会离开村子。宗敬问阿川，是不是村里的一切他都能接受？奉纳祭在几百年前是贡花村专人献祭活人的祭典，村子的土壤并不适合农业耕种，那时的村民经常食不果腹。为了减少需要喂食的人数，村民以献祭给神明的名义杀掉小孩子。说是杀掉，已经是很隐晦的表达，因为准确来说，小孩子最后都是被吃掉的。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佐野的声音，宗敬将自己的名片递到阿川手上，有什么想聊的可以随时联系他。佐野见两人在一起，似乎有些不高兴，他问两人都说了些什么，阿川一时语塞。好在宗敬又一次解围，说刚好在这里碰到，就顺势向阿川介绍了神社的环境。看得出村民还是很给宗敬面子的。离开前，佐野戏谑地将手电筒的光落在阿川的隐私部位，似乎在暗示上次阿川夫妻俩被黄毛偷窥的事儿。佐野一脸不怀好意且自信地说，贡花村里是没有秘密的。隔天放学，有希接真白回到家中，发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。阿川猜测佐野之所以那么笃定，肯定是在家里偷偷装了窃听器，但一番操作下来，阿川一无所获。有希认为阿川太敏感了，担心吓到女儿，阿川只能作罢。这时手机收到啃脸男发来的一条短信，阿川下意识跑到一边查看内容。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有希的注意，问阿川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结果没有得到回应。啃脸男让阿川前往 M 度假酒店801房间，想聊一聊寿野被杀的事儿。晚上，村民们在小酒馆里吃吃喝喝，有希也在里面忙前忙后。看到阿川，佐武端着酒杯走了过来，表示有希已经了解村里的规矩。见佐武喝得有些上头，阿川借口上厕所，翻窗离开了酒馆。随后按照短信里的定位，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。意外的是，住在801房间里的并不是啃脸男。起初阿川还以为搞错了，转身要走时却被对方喊住。男人叫宇多田，是一名记者，之前协助过寿野。宇多田对一些争议性的话题很感兴趣，为此还专门创立了名为编年史的神秘学网站，上面的故事真假参半，其中他最感兴趣的就是食人习俗。啃脸男曾在这个网站发表过有关贡花村食人族的文章，宇多田正是通过他结识了寿野。
起初他怀疑啃脸男文章的真实性，直到看见那张残破不全的脸之后，宇多田便和寿野一起在贡花村寻找他们吃人的证据，也就是那些消失的小孩。因为啃脸男曾说过，他在村里没有户籍，是生下来就注定要被吃掉的存在。宇多田推测，在贡花村的某个地方一定藏着这次要被献祭的小孩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寿野还发现了极不寻常的现象，贡花村的死胎率非常高，平均每年一定会死一个。要知道，贡花村小学的孩子加起来都不超过10个，这样的几率实在太不正常了。没猜错的话，宣告死亡的孩子还活着，如果不尽快找到，势必凶多吉少。阿川从宇多田口中得知，在寿野失踪前的1个月，他们俩就彻底失联了。如此一来，最后联系寿野的人并不是宇多田，也不是啃脸男。宇多田推测，寿野或许发现了孩子的踪迹，所以才招致杀身之祸。最后联系寿野的那个人很可能提供了关键线索，不排除村民中有告密者。毕竟贡花村与世隔绝，外界的人几乎不可能知道。说着说着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阿川很紧张，该不会是村里的人跟踪过来了吧？好在虚惊一场，进来的是个娘里娘气的男人，声称服务2个人的话要加钱。阿川可是很正直的男人，连忙离开了房间。酒馆这边，佐武的女儿加奈子来到真白身边，不仅夸她可爱，还忍不住将她一把搂入怀中。等有希出现时，加奈子又惊恐地放开了孩子，并且不停道歉，看起来精神不太稳定。佐武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据他所说，女儿加奈子是个可怜人，3年前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死了。然而加奈子并不这么认为，明明孩子当时还有呼吸，身体还在动，直到现在他始终相信孩子还活着。在父女俩的拉扯过程中，有希无意间看到加奈子的后背上有一大块淤青，佐武连忙解释，这是女儿几天前不小心摔的。加奈子一边反抗一边大声说道，她的孩子没有死，而且是被后藤营带走的。似乎害怕女儿再说出些什么，佐武使出浑身力气拖走了加奈子。有希一时之间搞不清楚状况，而酒馆里的村民似乎见怪不怪，全都选择了沉默。等阿川回到酒馆，村里人已经散得七七八八，仅剩的2个人对阿川突然离开的举动很有意见。离开之前骂骂咧咧了几句，有希告诉阿川刚才酒馆里发生的事儿。加奈子看起来很痛苦，她身上的伤很可能是佐武殴打所致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加奈子强调自己死去的孩子其实是被后藤营带走的，这一套说辞和阿川心里的推测不谋而合。随后阿川找到佐武家，想进一步了解情况，结果却被佐武拒之门外。这时阿川发现加奈子站在窗户边，想问他详细情况，可是没等加奈子开口，人就被佐武拖走了。另一边，后藤家的人正在后藤营的灵位前跪拜，祭典过后，惠姐将成为后藤家的新首领。阿川心事重重回到派出所，要想靠近加奈子，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阿川只好拜托有希帮忙。没过多久，有希便故意接近独自一人的加奈子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显然这就是阿川拜托他的事儿。一开始氛围还算正常，突然一群人类幼崽出没，这让加奈子有些生气。明知道他看到小孩子会很痛苦，村民还偏偏让他们在自己身边玩。听到这儿，有希也不知道怎么接话，只能直接说明来意。阿川想知道更多后藤营带走孩子的细节，然而加奈子不愿多说，因为父亲已经警告过他，不准在外面提及此事。尽管有希告诉他阿川是个可靠的警察，一定能帮上忙，但加奈子还是拒绝透露。神社里，宗景将茶水端出房间后，还朝里面看了看，也不知道里面关着什么人。突然阿川打来电话，想现在过来问他点事。阿川想知道为什么贡花村的村民不能和后藤家扯上关系，大家又为什么如此惧怕这家人。原来后藤家很久以前是村里的大地主，战争时期村民都跟后藤家借土地来讨生活，从那时候起村民就很怕后藤家，之后这种恐惧代代流传，直到现在依旧如此。最近几年，一些女村民曾和后藤营发生过冲突，控诉后藤营不仅抢走，还杀死了他们刚出生的孩子。阿川想不通后藤营为什么每次都能得手，其实这并不难，因为后藤营还有一个身份，她是村里唯一的产婆，每当有妇女要生产，都由她负责接生，这样的话想动点手脚可就容易多了。
山上后藤家的人正在供奉什么，上一次是惠介，这一次是帽子男，而他们供奉的正是满头银发的怪老头。供桌上的鲜肉被他吃干抹净，难道献祭的小孩也是被他吃的？深夜，佐武喝了点酒，趴在桌子上睡着，趁他不注意，加奈子偷溜了出去。阿川也因为睡不着，大半夜蹲在派出所门口。就在这时，加奈子冒雨找了过来，看来有希的话还是起了作用。佐武醒来后发现加奈子不在家，随即打了一个电话。加奈子能否顺利说出知道的一切，佐武又会做出什么举动？答案只能在下一集故事中揭晓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